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今天咱们聊的这个东西啊，绝对是人类农业史上最离谱、最神奇也最致命的存在。你想想看啊，咱们身边到处都是它。它不仅是世界上产量第一的粮食作物，产量多到简直让人头皮发麻，仅次于甘蔗，所有农作物里排第二，绝对是统治了全世界。但是呢，就是这么个极其成功的霸主级别植物，要是没有人类的照顾，它竟然在野外连一天都活不下去。这怎么回事呢？更恐怖的是，明明是养活了无数人的口粮，在历史上却因为一种诡异的原因，变成了杀人如麻的恶魔，直接导致欧美成千上万人痛苦的死去。可以说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农作物。你说这谁能想到是吧？它到底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玉米。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里啊，连最顶尖的科学家都搞不清楚玉米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这事儿甚至越传越邪乎，民间直接传出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都市传说。有很多人言之凿凿地怀疑，玉米根本就不是地球原产的植物，而是外星人当年降临地球时带来的外星农作物。这就有个疑问了，为啥大家会往外星人身上扯呢？主要还是因为玉米长得太反常识了。你看自然界里的那些草本植物，像是小麦啊、水稻啊，等到秋天穗子熟透了，风一吹，种子自己就掉进泥土里，第二年接着生根发芽，完全不需要人管。但是玉米呢，这就太奇怪了，它的种子就像是被人用胶水死死地焊在那个粗壮的玉米棒子上一样，而且外面还严严实实地包裹着好几层结实的大叶子。你就算把它放在地里烂掉，那玉米粒也绝不可能自己蹦出来发芽。也就是说，玉米要想繁衍后代，唯一的途径就是必须得靠人类用手把外面的叶子剥开，把那一粒粒玉米全给搓下来，然后人工埋进土里。一种连最基本的传播种子能力都没有的植物，当初在没有人类的时候，它到底是怎么在残酷的地球大自然里立足的？完全说不通嘛，是吧？这就难怪有人怀疑它是外星文明人工设计出来的产物了。不过呢，相信外星人传说的朋友，其实来说，绝对是大大低估了咱们人类那简直堪比造物主的驯化能力。玉米真正的身世啊，科学家早就扒出来了，它的老祖宗根本不是外星来客，而是一种生活在中美洲极其不起眼的野草，名字叫大除草。1930年代的时候啊，俄罗斯和美国的几位顶尖植物学家，包括那个拿过诺贝尔奖的乔治·彼得尔，他们用尽各种手段，发现大除草的染色体结构竟然跟咱们现在的玉米几乎一模一样，连基因都能完美对上号。但是呢，当科学家把大除草的照片甩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傻眼了。为啥呢？因为这差距实在好的有点离谱了。大除草长啥样呢？它的茎干又细又弱，到处分叉，活像一丛乱糟糟的杂草。最关键的是它的种子，一个干瘪的小穗子上，稀稀拉拉就那么10几粒，外面还裹着一层极其坚硬的外壳，硬的就跟铺马路的小石子一模一样，看着就崩牙，完全不像个能吃的东西。你再回头看看现在的玉米，一根又粗又直的大肚干，上面挂着巨大的玉米棒子，随便一个棒子上都有几百颗饱满多汁、又甜又脆的玉米粒。这体积和质量的对比，完全就是小猫咪和大老虎嘛，根本不在一个维度上，是吧？所以这就又引出了一个巨大的悬念，既然大除草长得这么寒碜，根本咬不动，那几千年前的古人类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非要费劲巴拉的去种这种破草呢？这里面一定有事儿。为了解开这个谜团啊，乔治·彼得尔老爷子就脑洞大开，做了个非常奇葩的实验。他把大除草那种像石子一样坚硬的种子收集起来，直接扔到了滚烫的火堆里去烤。结果奇迹发生了，只听砰的一声脆响，这些坚不可摧的小石子竟然在高温下瞬间爆开了，变成了一朵朵洁白蓬松的爆米花。老爷子拿起来一尝，味道居然跟电影院里卖的爆米花一模一样。所以你看，真相很可能极其具有戏剧性。当初中美洲的古人类围在火堆旁，无意中把大除草种子掉进了火里，结果发现了爆米花这种人间美味。为了能顿顿吃上爆米花，他们这才开始漫长的农业选育。几千年来，他们只挑最大的、最甜的种子往下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硬生生把一种杂草改造成了今天的玉米。
你说为了吃个爆米花，竟然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走向，这谁能想到是吧？另外再一个呢，大除草和甘蔗其实算是远房亲戚，它的茎干里充满了甜滋滋的汁水，也许古人最早就是把它当小甘蔗一样嚼着吸甜水儿，后来才慢慢发现它的种子也能吃。总之呢，这漫长而神奇的驯化过程，不仅赋予了玉米不可思议的高产量，还让它在几千年里悄悄融合了高原抗寒大除草的基因变种，让它变得皮糙肉厚，无论是在赤道的高温下，还是在高纬度的寒冷地区，它都能肆意疯长。适应力拉满的玉米，很快就成了整个美洲大陆的绝对主宰。你像什么玛雅文明、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那完全就是靠嚼玉米嚼出来的。玛雅人甚至在他们的创世神话里解道，人类根本不是猴子变的，而是天神用水和玉米面揉捏出来的。他们自称是玉米人，对玉米的崇拜简直到了癫狂的地步。接着往下说，如果故事只停留在美洲，那玉米最多也就是个地方一霸。但是大约500年前，哥伦布的船队阴差阳错地闯进了新大陆，他们一眼就盯上了这种长得快、产量大、还不挑地皮的神奇作物，立马当成宝贝带回了欧洲。不到500年的时间，玉米就像病毒一样疯狂蔓延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彻底改变了全球的农业格局。现在每年全世界能产出12亿吨玉米，绝对是农业领域的王中王。但是呢，谁也没想到，玉米在拯救了无数饥饿人口的同时，也暗藏着极其致命的杀机。随着欧洲农民疯狂扩种玉米，把玉米当成一日三餐的绝对主粮之后，一场意料之外的恐怖灾难爆发了。从18世纪开始，在那些天天吃玉米的地区，人们开始得一种极其诡异的怪病。起初只是皮肤发红、长皮眼，后来就开始疯狂腹泻，接着人就变得痴呆、怕光、精神失常，最后在极度痛苦中全身溃烂而死。这种病后来被称为糙皮病。到了20世纪，病情甚至在美洲大陆迎来了大爆发，光是在美国，短短30几年里，就有300万底层老百姓感染，超过10万人惨死。一时间，整个社会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大家都惊恐地猜测，难道玉米真的是受到恶魔诅咒的毒药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直到科学家们几十年如一日的苦苦追踪，才终于揭开了这个黑暗的反转真相。原来啊，糙皮病的元凶根本不是什么毒素，而是严重的营养不良。玉米虽然富含淀粉，能让人吃饱，但它里面几乎不含人体可以直接吸收的烟酸，也就是维生素 B3。那些贫苦的欧洲农民吃不起肉和蔬菜，顿顿光啃玉米，时间一长，身体严重缺乏烟酸，这才会得这种生不如死的绝症。那这就太奇怪了，是吧？美洲的原住民吃了上千年玉米，怎么人家就活蹦乱跳，一点事没有呢？其实来说，这就是欧洲人自作聪明，只学皮毛结下的恶果。人家原住民在处理玉米的时候，有一种极其古老而智慧的秘方，他们绝不会拿清水直接煮玉米，而是一定要加石灰水或者草木灰进去，用这种弱碱性的水去煮泡。碱水这一煮，不仅让玉米皮更容易剥落，口感更软糯，最神奇的是，它竟然能把玉米中原本被死死锁住，无法被人体吸收的结合型烟酸，神奇地释放出来，变成人体可以直接吸收的游离烟酸。欧洲人当年觉得原住民用石灰水煮饭太恶心、太落后，直接把这个神圣的步骤给阉割了，结果直接引发了10万人的惨死。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加工细节，竟然决定了一个文明的生死存亡，这绝对是一个极度惨痛的历史教训。所以现在大家只要饮食均衡，别天天只靠啃玉米度日，就完全不用担心什么中毒问题了。那么到了今天，玉米早就不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了，它在现代社会的疯狂应用，绝对颠覆你的认知。你以为那12亿吨玉米都被人吃进肚子里了吗？错，大错特错。其实世界上高达70%的玉米都被拿去喂了猪、牛、羊、鸡。它可是公认的饲料之王，就连那干巴巴的玉米秸秆，发酵之后也是牲口们最爱吃的极品清煮饲料，一点废料都不剩。除了喂牲口，玉米甚至跨界成了现代工业的命脉，你知道吗？为了环保减排，现在咱们开汽车加的汽油里面都要按比例掺入乙醇酒精。而美国这个玉米第一大国，
他们汽车油箱里燃烧的乙醇，94%都是用玉米发酵提炼出来的。用粮食去造汽车燃料，这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疯狂？但这确确实实是玉米最重要的工业价值之一。再回到咱们人类身上，其实你哪怕从来不啃玉米棒子，你每天也绝对逃脱不了玉米的魔爪。因为全世界大部分的淀粉都是玉米做的，更要命的是，玉米被工业榨取后会产生一种叫高果糖玉米糖浆的副产品，这玩意儿的甜度简直比白糖还要暴利，而且成本极其低廉，食品资本家爱死它了。你每天喝的快乐水饮料，吃的膨化饼干，高档甜品里全都是这种玉米糖浆。最可怕的是什么呢？这种果糖进入人体后，骗过了咱们的饱腹感神经，你吃再多都不会觉得撑，只会越来越上瘾。所以你看，现代社会满大街的小胖子，肥胖率之所以年年飙升，追根溯源，全都是这玉米糖浆在背后捣的鬼，它简直就是快餐工业的万恶之源。另外再一个呢，除了这些常规操作，现代人吃玉米也吃出了不少新花样和隐藏冷知识。比如现在很多轻食沙拉里特别爱放的玉米笋，你以为它是某个特殊品种，其实它就是还没发育成熟，刚刚长出来的玉米宝宝，连和带肉一起嚼，低热量还健康。还有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隐藏美食，叫玉米乌米，有些高档餐厅为了忽悠人，管它叫墨西哥玉米松露，这东西其实就是玉米棒子不小心感染了一种叫黑粉菌的恶心真菌，整个玉米粒变异膨胀，长成了一个个黑灰色的肿瘤块，看着就跟变异的毒蘑菇一样恶心，普通农民看到绝对直接扔掉。结果呢，有懂行的发现这玩意儿鲜美无比，现在甚至有人专门拿注射器一根一根的把真菌打进玉米里人工培育，在市场上卖出天价。你说这谁能想到，发霉生病的肿瘤玉米居然成了昂贵的顶级食材，这就太不可思议了。最后还有一个极其有趣的冷知识，有些朋友肯定在网上见过那种棒子上五颜六色跟彩虹一样的五彩玉米，第一反应肯定觉得这是科技与狠活，是转基因对吧？其实完全没那么复杂，它的原理非常质朴可爱。你肯定知道玉米棒子顶端长着一撮像头发一样的玉米须是吧？但你绝对不知道，每一根细细的玉米须在内部都精准地连接着一颗还没有发育的玉米粒，这就好比是无数根输卵管。当你把红色玉米的花粉落在第一根须子上，再把紫色玉米的花粉落在第二根须子上，以此类推，这些须子就会各自吸收不同颜色的基因，最后长出来的玉米棒子自然就是红紫黄白交织的七彩神仙模样了。根本不用什么基因编辑，纯粹就是人工授粉玩的浪漫小把戏。所以你看，从一种离开人类就会断子绝孙的矮小野草，到意外爆开改变命运的爆米花，再到引发致命惨案的恐怖粮食，最后成为统治饲料、工业和快餐业的无冕之王，玉米的进化史简直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好莱坞大片。觉得今天这期讲得过瘾，听得带劲的朋友，请务必顺手点个大大的赞，一键订阅咱们的频道。感谢大家的时间和支持，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